曾经把你当成穷屌丝的4大校花，如今却跪着求你当他们的老公，更是毫无保留的把第一次献给了你。只因末日降临，全球90%的人都变成了丧尸，而你也因为体育生的猛男体质活了下来，并且获得上天眷顾，觉醒了多子多福系统。只要多生孩子，为人类延续做出贡献，便可获得丰厚奖励。此时，一个身穿 JK 校服的绝美少女正满脸害怕的大喊救命，她脸色苍白的喘着粗气，全身颤抖，胸口上下起伏，整个人被吓得花容失色。因为此时他们的体育老师好像发疯了一样，正面目狰狞的把体育器材室的房门砸得啪啪作响。一只强壮而又扭曲、布满黑色血管的手臂从门缝里伸了进来，而少女则是死命的用身体顶住门，这才勉强把对方的手臂夹住，让对方再无法继续深入。只可惜原本就有些单薄的木门，在发疯的老师不停的进攻下，已经变得摇摇欲坠。再这么下去，少女坚持不了多久，迟早会被吃掉的。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，轰的一声，门外传来一声巨响，外面的体育老师挣扎了几下便倒了下去，没有了动静。闭嘴，别再叫了，再叫会吸引更多的怪物过来。门外传来低沉的声音，柳如烟这才停止了尖叫，不过她还是很害怕，紧张的对着门外问道：叶晨，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体育老师发疯了？你先开门让我进去。你推开门走进了器材室中，随后迅速把门反锁，不停的大口喘着粗气。过了一会，你才说道：很多同学和老师都变成了丧尸一样的怪物，疯狂攻击其他人，别出声，不然我和你都会死在这里啊！那怎么办？赶紧报警求救吧！柳如烟赶紧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，但是手机传来的却是无法接通的声音。挂了电话后，手机收到一条短信：紧急通知，2024年6月21日，全球爆发了丧尸病毒，大部分人类已经变成了丧尸，只有少部分人类可以免疫空气传播，但目前没有人能免疫血液传播，请大家关好门窗，不要出门，等待救援。看到这个短信，柳如烟直接哭了起来。完了，报警电话都打不通了，我们死定了！呜呜！而你则是说道：大部分人变成了丧尸，估计警局也一样。这个时候他们自己都自顾不暇了，哪还有时间来救我们？想要活下去，只能靠自己。随后你来到窗户旁边观察着外面的情况，发现操场上面已经乱作一团，大多数同学变成丧尸追着其他人咬，惨叫声不断传来，场面极度血腥恐怖。柳如烟抱住了你的胳膊，声音颤抖地说道：叶晨，你一定要保护我呀！你是男生还是体育生？有责任保护女同学。身为体育生的你，身高1.85米，身体强壮有力，普通人2、3个一起上都不是你的对手，在末世来说确实称得上大腿。而你听到柳如烟的话之后，脸上露出了冷笑的表情。柳大班长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当初我向你表白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说的？当着全班人的面骂我是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屌丝男，表白你拒绝，现在末世降临了，你知道求保护，想得太美了吧？刚才我已经救了你一命，你不感谢我也就算了，还敢要求更多。说完，你直接无情地甩开了对方的手。柳如烟没想到你竟然会这样跟他说话，顿时就怒了，指着你说道：可是你是男生，你不应该保护女生吗？你就不能大度一些，有点男人该有的担当吗？难怪你这种废物找不到女朋友，哪个女生会喜欢你这样的？听到这话，你怒目圆睁地说道：你再说我一句废物试试，信不信我现在立刻宰了你？老子没有道德，更不会被你绑架，我也不会当你的舔狗被你拿捏。都末世了，还以为我会遵守和平年代的规则吗？再唧唧歪歪，我就把你丢出去喂丧尸。看到你怒发冲冠的样子，柳如烟被吓得直接愣在了原地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以前懦弱的男人现在竟然变得这么霸道。而你则是不再理会他，转过身观察起了四周。体育器材室有不少的器材，弓箭、棒球棍、标枪等都可以当做武器。只可惜出了器材室外面就是操场，此时操场上有上百个丧尸，就算有武器也不一定冲得出去，难度实在是太大了。就在你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最佳的办法时，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一个机械的声音：叮，检测到丧尸病毒爆发，人类急剧减少，多子多福系统已绑定，只要宿主多生孩子，为人类延续做贡献，便可获得奖励。听到这个提示，你顿时露出了惊喜的表情。以前没少看小说，没想到这一次金手指竟然落在了自己头上。不过你慢慢恢复了理智，多子多福系统，只要生孩子就能获得奖励。可是生孩子至少需要10个月，这不是玩我呢吗？系统似乎检测到了你的想法，继续说道：只需要拯救少女，让她同意做你的女人，并愿意和你生孩子，即可获得奖励。当孩子出生以后，还可以获得更加丰厚的奖励。请宿主多多努力，为人类的传承和繁衍做出贡献。听到这里，你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这还差不多。至于第一个拯救的对象呢？你把目光放在了不远处的柳如烟身上。这个班花身材高挑丰满，曲线优美，拥有着极为逆天的身材，绝对是个适合生孩子的好对象。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服她，难道说直接用强？想到这里，你还是摇了摇头。强扭的瓜不甜，还没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两个人就这样被困在器材室过了一晚上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口干舌燥、饥肠辘辘的柳如烟醒了过来，到现在已经整整24小时没有吃饭喝水了。她的肚子早就已经饿得咕咕叫。在体育器材室当中担惊受怕的睡了1个晚上之后，她被渴醒了，而你早就已经醒了过来，一手拿着标枪，一手拿着弓箭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柳如烟，如同饿狼一般，甚至还忍不住舔了舔自己干燥的嘴唇。看到你这个眼神，柳如烟心里一颤，有些害怕地问道：你看着我干嘛？我好饿，有东西吃吗？你说道：待在这里，再过几天我们必死无疑，所以我要冲出去。至于你妈，就在这里等死吧。一听这话，柳如烟顿时就急了，你可是她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要是你真的丢下她走了，那她真的是必死无疑了。随即她赶紧说道：不行，你要把我一起带走，你要保护我。你露出了一脸轻笑的表情，说道：你是谁啊？我凭什么要保护你？带着你这个累赘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柳如烟说道：你以前不是喜欢我吗？只要你保护我，把我带出去，再好好表现一下，处处听我的话，把我照顾好，再给我多找一些食物，说不定我会答应做你的女朋友。他以为自己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，却不料你在听了他的话之后，脸上的冷笑更浓了。呵呵，你不会以为你真的是迷倒众生的仙女吧？自从你当众拒绝并羞辱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对你的爱慕之情就早已烟消云散。说完，你拿起装备就要准备出门。看到这一幕，柳如烟是真的急了，冲过来抓住了你的胳膊，说道：叶晨，你别走，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给你道歉，我只想活着，只要你带我走，
走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听到这句话，你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上下打量着柳如烟，看着对方那傲人的挺拔，忍不住的舔了舔嘴唇。看到你带着邪恶的笑容，柳如烟瞬间反应了过来，立刻捂住胸口，向后退了2步，说道：“叶晨，你看什么呢？”你一脸冷笑的说道：“哎呦，刚才不是说只要我带你走，让你做什么都愿意，现在看2眼都不行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，你继续留在这里吧。”听到你的话，柳如烟又急了，连忙说道：“别走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你笑了笑，不是那个意思就好，只要你在行动上成为我的女人，我就可以保护你，并且带你一起走。这时柳如烟终于明白了你的意思，看来自己想要拿捏眼前这个男人是不现实的了。但又一想到自己作为班级里面无数男生追求的班花，却要被这么一个屌丝给糟蹋了，眼睛瞬间就红了。怎么还不愿意吗？你冷笑着说道。柳如烟擦了擦眼泪，带着哭腔说道：“没有，我愿意做你的女人，但你不能反悔，必须要保护我，带我一起冲出去。”你冷漠的说道：“不要和我讨价还价，你以为你还有的选吗？死和成为我的女人，你自己选一个吧。”好，那我愿意做你的女人。柳如烟没有再多说什么。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大家应该不感兴趣，所以直接跳过吧。过了许久，你脑海中收到了系统提示：叮，恭喜宿主拯救美少女成功，获得新手奖励1份。新手奖励1：身体强化；2：系统扫描；3：储物空间；4：病毒免疫；5：超级基因。看到这5个选项，你有点愣住了，5个有点难选啊。而系统的声音再次传来：这5个奖励是作为新手奖励时同时获得，并不是选择题。你顿时一阵惊喜，好家伙，开挂也不是这么开的吧？你赶紧看了一下5个奖励的使用说明：1: 身体强化，宿主的身体基础属性获得强化，提升了1倍，每杀死10个丧尸便可获得1点强化属性。2: 系统扫描，宿主可以使用系统扫描他人，获得他人的基础信息。3: 储物空间，宿主获得了1级储物空间，可以随意存储任何东西，空间大小10立方米。4: 病毒免疫，宿主可以免疫丧尸病毒，即使被咬也不会变成丧尸。5: 超级基因，宿主的基因得到了极大的强化，接下来宿主的每一次都会100发100中，并且突破基因限制。看完几个奖励的说明，你的心里乐开了花，同时你也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充满了力量。回头看着蜷缩在一旁，眼角还挂着泪珠，一脸委屈的柳如烟，你的脑海里出现了对方的信息：姓名柳如烟，年龄18岁，身高165，体重45千克，胸为 D， 外貌评分88，身材评分95，充电次数1。好家伙，这系统扫描牛啊，连充电次数都能看得到。看完所有的奖励信息，你把目光放在了柳如烟的身上，说道：“起来吧，该出发了，别再哭哭啼啼了，好像刚才你不爽一样。”听到你的话，柳如烟一脸木然地站了起来，她现在身体有些不适，感觉有些痛，走路的姿势都有些别扭，而你则是直接丢了一把标枪给她后说道：“拿好这把武器，遇到丧尸就往他头上刺。我虽然承诺带你走，但不能100%保证你的安全，所以你自己也得集中精力。”柳如烟点了点头，此时此刻的她已经完全认命了。于是你准备行动，先观察了一下操场，发现外面的丧尸比昨天少了一些，现在还剩下30-40个丧尸在游荡。此时你已经想好了战术，对着柳如烟说道：“等下冲出去，你不用管丧尸，只管往前冲，我会断后。咱们目标是医务室，因为医务室距离食堂和超市最近，只有几十米，我们要把医务室当做据点，懂了没？”好，柳如烟点了点头，同时脸上也出现了一丝信心，因为她感觉你是一个非常镇定且有计划的男人。深吸了一口气，平复了一下心情，你迅速打开了器材室的大门，带着柳如烟冲了出去。操场上面丧尸看到你们的出现，眼睛仿佛都要冒绿光了，怒吼一声便向着你们冲过来。看到这一幕，柳如烟被吓得呆若木鸡，站在原地不敢动。你一箭射穿了一个丧尸的头颅，随后低吼一声：“别愣着了，赶紧跑！”哦，柳如烟这才反应过来，迅速朝着医务室的方向跑去。身后的你不停地拉弓箭，一箭一个丧尸倒下，但由于丧尸的数量太多，弓箭一次只能解决一个。看着丧尸离自己越来越近，索性你直接拿出标枪开始和丧尸近战。身为体育生的你力量本就比普通人强很多，再加上系统的加持，一标枪捅过去，一个丧尸的头颅瞬间被穿透。干掉了10几个丧尸之后，你回头看了一眼，发现柳如烟已经跑出了上百米。你决定不再恋战，提起武器转头就跑。不一会就追上了柳如烟，两人很快来到了医务室。医务室的门并没有关闭，里面有一个医生和护士已经变成了丧尸。你二话不说冲上去，一标枪瞬间将2个丧尸给干掉，随后赶紧关上了门。外面的丧尸看到你们把门关上以后，竟然失去了目标，瞬间变得安静起来，站在原地不动了。医务室内，柳如烟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刚从操场到医务室这几百米的距离，他已经用尽了吃奶的力气，而你则是开始观察医务室里面的情况。医务室中有很多药品，这在末世里是非常有用的。你尝试地按了下灯的开关，发现医务室里还有电，同时水龙头也还有水，说明末世虽然爆发，但水电暂时还没断，还不错，把这里作为据点应该还能坚持不少时间。你想着，然后掏出手机打开了班级群，里面的消息已经是99加，网上翻了翻，发现这么多消息也就是那10几个人发来的，说明其他人已经变成了丧尸，而且里面全都是求救信息。你看着手机有些想笑，这些人之前大多数都是富二代，一个个高高在上的，经常欺负一些家庭贫困的学生，要不是因为你是体育生，这些人打不过你，不然指定得被他们欺负死。如今看着他们挨饿受怕，你心里别提有多爽了。整顿完之后，你决定前往小超市寻找食物，如今有了储存空间，完全可以把超市里的食物全部搜刮掉。食堂里面太空旷，丧尸应该不少，现在暂时先不去冒险了。安顿好柳如烟之后，你打开了门，准备前往小超市。门外的几个丧尸看到你之后，又迅速的冲了过来，不过此时你的属性已经提升了不少，轻轻松松便解决了。很快来到了小超市里，收银台老板已经变成了丧尸，同时里面还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丧尸在游荡。你拿起标枪开始肉搏，几分钟后所有丧尸都被你清理干净了。于是你开始抓紧时间收集物资，这里的战斗声音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丧尸过来，所以必须得尽快。你看着货架上的东西，各种大米、面条、食用油，还有面包、鸡腿、方便面、牛奶、矿泉水。
水、各种饮料、各种零食全部统统收走。很快，一整个小超市里面的东西全部被你洗劫一空，不管有用没用，全部带走。此时你的储存空间也已经装了一大半。就在你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超市里面一个倒扣在地上的大纸箱却动了动。看到这个动静，你被吓了一跳，瞬间握紧了手上的标枪，轻轻地捅了捅那个大纸箱，而里面却没有动静了。难道是我眼花了？你露出疑惑的表情，随后直接用标枪一掀把纸箱掀开了。一个身材娇小、穿着 JK 校服、脚上穿着白色过膝袜、扎着粉色双马尾的美女出现在了你面前。你直接问道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藏在这里？”听到你的话后，那个美少女才敢睁开眼睛，只见她眼角还挂着泪珠，连睫毛都是湿的，用颤抖的语气对着你说道：“啊，你不是丧尸，吓死我了，太可怕了！”呜呜，美少女直接哭了起来。此时你也认出了对方，有些惊喜的说道：“你不是4大校花之一苏浅浅吗？”苏浅浅点了点头，脸上依然带着害怕的表情说道：“是我，你是谁？是来救我的吗？”你摇了摇头说道：“不是，我叫叶晨，是这个学校里面的体育生，只是来搜寻物资，恰好碰到你而已。不过我可以带你一起走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我就会保护你的安全。”一听到这句话，苏浅浅顿时眼睛一亮，有些惊喜的连忙点头说道：“好的，没问题，我一定会听话的。”于是两个人很快回到了医务室当中，路上运气很好，没有遇到丧尸。柳如烟看到你带着苏浅浅回来，脸上露出了吃惊的表情：“你是4大校花之一的童颜校花苏浅浅吧？”苏浅浅身材娇小，但是却拥有一张无比可爱的脸，在学校里面太有辨识度了，几乎每个人都认识。童颜校花有些羞涩的笑了笑，礼貌的说道：“你好，我是苏浅浅。”柳如烟脸上露出了有些不开心的表情，心想着叶晨早上是怎么说的，只要自己做了他的女人，就会好好保护自己。可是现在呢，一天都还没过去，就带了一个新的女人回来，这不摆明了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吗？而且来的还是一个校花，这要不第一时间表明自己的立场，以后等校花站稳了脚跟，还能有自己的地位吗？于是直接对着你摆起了脸，说道：“叶晨，你什么意思？早上不是说好了吗？只要我做了你的女人，你就会保护我。可是现在你又带回来一个女人，难道我一个人还不够满足你吗？你脑袋里除了那些事，就再没有其他事了吗？”听着对方的话，你的表情瞬间冰冷了起来。怎么？是谁给你的资格这样跟我说话？你有意见可以立刻滚出去，要再敢乱说话，我就把你丢出去喂丧尸。现在是谁离不开谁，你应该心里清楚吧？不要以为跟我有过一次风月就成了这里的女主人，我告诉你，你不配。听到这句话，柳如烟这才回过神来，她终于明白了这个男人现在已经不是自己能够拿捏的了，只好低头认错说道：“好吧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说你。”而你则是冷哼一声，再没有说话。旁边的苏浅浅看到这一切，整个人都被吓傻了。这个男人好霸道啊，但霸道之中又有一点帅气。你此时也用系统扫描了一下苏浅浅，脑海中出现了对方的信息：姓名苏浅浅，年龄18岁，身高150，体重40千克，胸围1，外貌评分98，身材评分88，充电次数0。看到这个说明后，你瞬间吃了一惊。好家伙，外貌评分竟然高达98分，而身材评分88，估计是身高拉低了分数，尤其是那胸围。要说柳如烟可以养活双胞胎，那苏浅浅养3胞胎估计都没问题。看着你那一副目不转睛盯着自己胸口看的样子，苏浅浅脸上露出了害羞的表情，那张拥有童颜的侧脸也瞬间红了起来。她不好意思的开口说道：“别看了，看得人家都不好意思了，给我点吃的吧，我好饿，也好渴。”你笑了笑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的吃的只能给我的女人，你要成为我的女人吗？”啊！苏浅浅被你这话吓了一跳，虽然从眼神就猜到了对方是在馋自己的身体，但是这家伙也太直接了吧！作为4大校花之一，追自己的男生数不胜数，甚至还有超级有钱的富二代，以及学习超级好的学霸。只可惜面对他们强烈的攻势，苏浅浅油盐不进，从来没有同意过跟任何人交往。如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体育生竟然直接要求自己做他的女人，看着对方吃惊的表情，你并没有在意，而是直接说道：“不管你怎么想，反正想要食物就得做我的女人，给你1晚上时间考虑，如果明天你还不同意的话，你就得离开这个医务室，这是我的大本营。”苏浅浅觉得很委屈，这不太好吧？大家都是一个学校的校友，不应该互相帮助吗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说道：“对啊，我帮助你获得食物，你帮助我爽，这不就叫互相帮助吗？啊，你脸皮好厚，咱们就不能交朋友吗？”苏浅浅简直无语了。你说道：“交朋友有什么好？要交就直接交女朋友好了，你不做我女朋友，我很难完全信任你啊。再说了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学校里面哪个男生不想把你搞到手？现在有这么好一个机会，我当然也不会放弃，你说是吧？”苏浅浅被你说的顿时就无语了，这家伙脸皮太厚了，还一堆的歪理。而你也不再废话，直接说道：“你自己想想吧，今晚不上我的床，明天一早就卷铺盖滚蛋，我叶晨身边不养闲人。”说完，从储存空间中拿出2个面包、1根香肠，递给一旁的柳如烟，说道：“这是你今天的食物，接下来我要休息了，别再来烦我。”柳如烟拿到了食物，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“好的，谢谢叶晨，你好好休息，我不会烦你的。”说完便大口吃了起来。他已经快30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，此时嘴里的满足感让他感觉这一刻是一辈子当中最幸福的时刻。而苏浅浅也同样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，此时看着柳如烟大口大口的吃着东西，整个人羡慕的不行，不停的咽口水。再一看你，发现你已经躺在了医务室的床上，好像真的没把自己放心上，真是个狠心的男人啊！苏浅浅的眼中闪过一抹幽怨，随即露出了欲哭无泪的表情。你躺在床上看着手机上班级群里面的消息，发现那些同学还在群里聊天，但与一开始的求救信息不同，他们似乎已经知道不会有人来救自己了，反而开始在群里苦中作乐起来。有一个男同学说道：“他喵的被困了1天多了，我快要被渴死了，刚才喝了点自己的尿，发现有点咸还有点苦。”另一个男同学说道：“还好我是被困在厕所里，马桶水箱里有水可以喝，不过我估计也挺不了几天了。”女同学陈婷说道：“呜呜，怎么办？我好怕，外面的丧尸走来走去，我坐在马桶上面屁股都坐麻了。”女同学陈子怡说道：“我快要坚持不住了，树下面的丧尸好多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去，会不会被啃成白骨了？”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双洁白的手拿着一个面包，桌子上还摆
摆着一根香肠、一盒牛奶的照片发到了群里。这张照片瞬间在群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我的天，面包，香喷喷的面包，还有香肠牛奶。柳如烟班长，你在哪里啊？能来救救我们吗？只要能分我一点食物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班长大人，求求你了。班主任李老师也在这个时候说话了。柳如烟，你是得到救援了吗？能不能来救救老师？走廊里有好多丧尸，我不敢出去。柳如烟也没想到自己的这一张照片竟然把班主任都给引了出来，他脸上露出自豪的表情，在群里回复道：我也被困住，只是运气好被叶晨救，然后我们恰好有点食物而已。看到大家这么惨，所以发张照片鼓励一下大家，坚持住，一定能获救的。那些同学听到这句话，个个都在心中鄙夷，谁不知道柳大班长是班级里最绿茶的一个人？这哪是鼓励啊，分明是炫耀啊！不过他们听到你的名字后也是十分的震惊，立刻在群里说道：叶晨还活着吗？他可是班里唯一的体育生，猛男一个呀！叶哥快来救救我们呐！叶哥，咱们可是同班同学，只要你救了我，我给你10万。你那么穷，肯定很缺钱吧？班主任李老师也说话了：叶晨，先来教室宿舍救救老师，老师可以给你加学分。你看着里面的聊天记录，没有说话，只是一脸的冷笑。群里现在冒泡的一共9个人，一个老师，6个男同学，2个女同学。这2个女同学，一个是被困在1楼女厕所的陈婷，另一个是被困在树上的陈子怡。这2个同学倒是可以救一救，毕竟2人长相都还不错，虽然没有班花柳如烟好看，但也算是百里挑一的大美女了。至于男同学嘛，女流 ID 男自强，何况这些男同学以前在班级里就看不起自己，仗着家里有钱，从来没把自己放在眼里。不过今天自己收集了超市的食物已经够累了，救人的事情明天再说吧，先让这2个女同学再受点苦吧。很快你就躺在床上睡着了，迷迷糊糊半夜的时候，你的耳边响起了一阵蹑手蹑脚的声音，你瞬间警觉地睁开了眼睛，然后在储存空间中取出了一把超市里手机的水果刀，拿在手中。这时候耳边传来了苏浅浅软软糯糯的声音：叶晨，我想要留下来，我不想被你赶出去，所以我愿意做你的女人。原来如此，听到这话，你把刀收进了空间当中，对着苏浅浅说道：对吗？早点想通，就不用又被饿几个小时了。来吧，上来吧，我的被窝里有牛奶面包哟。片刻后，你收到了系统的提示：叮，恭喜宿主成功拯救一位少女，获得奖励储物空间提升1级。听到提示后，你心中一喜，没想到拯救少女还能提高已有能力的等级，现在的储物空间比之前大了整整8倍，太爽了。而此时身体娇小的苏浅浅躺在床上，整个人都快要虚脱，毕竟对方1.85米的体育生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嘴里还喃喃自语道：太可怕了，真的是太可怕了，你这家伙可真是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啊。你笑了笑说道：这些是你的食物，快点吃吧，吃完了好好休息一下。说完从空间中取出牛奶面包递给对方，看到食物，苏浅浅瞬间恢复了意识，她的肚子已经饿得不行了，还被你折腾这么久，现在有食物了，再累也要爬起来吃啊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你神清气爽地醒了过来，看着身材娇小模样精致的童颜校花，此时正像一只小猫一样蜷缩在自己怀里，你感觉十分的满足。而没有床睡，只能在椅子上睡的柳如烟看到你醒来，瞬间露出了讨好的笑容：叶晨，你醒了，那个今天的早饭。你没有多说，则是直接丢给他1盒牛奶1个面包。看到食物，柳如烟眼睛一亮，连忙说道：谢谢叶晨，你真是太好了。随后拿起食物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看着对方那一脸讨好的笑容，你忍不住在心中发笑。曾经自己为了追求柳如烟，顶着中午12点的大太阳去她宿舍门口等了整整1个小时，就为了给她送一杯奶茶。那时候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被称为舔狗，如今1个面包就能让对方感激涕零，果然自古深情留不住，总是套路得人心。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，男人就得强大起来，才能让女人服服帖帖。你一边吃着早餐，一边拿出手机看了看班级群，此时群里的消息已经开始越来越少，很显然大家都饿得没力气了。不过柳如烟又把牛奶面包的照片发到了群里，瞬间让群里的气氛又火热了起来。陈子怡说道：呜，班长大人快来救救我吧，我已经在树上第3天了，真的坚持不住了。随后好几个同学都开始向柳如烟求救起来，而柳如烟则是在群里回复道：大家坚持住，一定能等到救援，相信你们一定可以。这句话瞬间让群里炸开了锅，相信个毛啊，班长你不要说风凉话，你在安全的地方又有吃的，当然可以这么说，不肯救我们还整天在群里发吃的，你真的太坏了。看到众人发的消息，柳如烟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也不枉自己委身于叶晨这个体育生了。虽然被折腾了1个多小时，但换来的却是安全和食物，还能在其他幸存者同学面前装，太值了。就在这时，你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：我能救你们。听到这话，群里再一次炸开了锅，同学们又开始纷纷说着求救的话，拿着金钱权势地位利诱着你。女同学陈婷则是直接说道：叶晨，救救我吧，只要你来救我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我给你当老婆。陈子怡也说道：老公你先来救我，我不仅可以给你当老婆，还能给你当狗。甚至班主任也说道：叶晨，只要你能来救老师，以后老师托关系让你进外企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。面对这些人的求救，你没有说话，心里已经有了打算，慢悠悠的吃完早餐后准备出门。柳如烟看到你要准备出去，连忙问道：叶晨，你去哪里？你不会真的要去救他们吧？那也太危险了吧，何况他们以前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你，都在背后骂你穷屌丝，你千万别被他们骗了。其实他并不希望你去救人，因为一旦你遇到危险，他以后的食物就没着落了。面对柳如烟的话，你对他冷冷的一瞥，然后说道：我干什么需要向你报备吗？不该问的事情别问，懂了吗？看到你那冰冷的眼神，柳如烟浑身一颤，连忙低头说道：好的，我知道，对不起，真是个愚蠢的女人。你冷哼一声，随后走出了医务室的门。出门以后，你把弓箭从空间中拿了出来，这次出门确实是救人的，而且已经有了人选，那就是陈子怡。这个女生被困在树上，都直接叫自己老公了，再不救人家有点说不过去了。而且困在树上，应该最先坚持不住的就是她了。至于陈婷被困在厕所隔间里面，暂时还是安全的，童颜校花苏浅浅都可以在纸箱里面躲1天，陈婷应该还能顶1-2天。你开始径直往教学楼的方向走，一路上运气好没碰到丧尸。就在距离教学楼几十米的时候，看到一大群丧尸正围着一棵树，那些丧尸不停地在树干上抓着，嘴里不停地怒吼。你继续靠近，来到了20米左右的距离，躲在了一棵树的后面，张弓拉箭一箭射出，
出，紧接着一个丧尸瞬间倒地，但是其他丧尸却没有任何的反应，继续抬头龇牙咧嘴的看着树上。你看到之后心中一乐，这些丧尸智商真的是太低了，简直就是新手级的难度。再加上系统的加持，以后肯定是风生水起。再次一箭射出，又是一个丧尸倒地。几分钟之后，树下的丧尸已经躺下了一半。树上的陈子怡原本被吓得坐在一个树杈上，紧紧地抱着树干，不敢往下看。但是听到丧尸不停倒地的声音，他鼓起勇气往下看了看，脸上瞬间露出了惊喜又疑惑的表情，还拍下照片发到群里，配文说道：“我的天，这些丧尸全部倒下了，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老天眷顾我，丧尸也被饿晕了吗？”群里陈婷说道：“倒下的丧尸头上都插着一根箭，是有人去救你了吗？难道是叶晨？”此时陈子怡才发现，果然每个丧尸的头都被一根箭射穿，顿时露出惊喜的表情，大声喊道：“是真的，真的是有人把他们射死的！哈哈哈，有救了！老公，是你来救我了吗？老公加油，我爱你！”又过了几分钟，你已经把所有丧尸都干掉了。你走过去，对着树上的陈子怡都说道：“下来吧，丧尸已经全部被我干掉了。”陈子怡兴奋的脸上露出一抹尴尬，回答道：“我腿麻了，爬不下去。”你说道：“没事，你直接跳下来，我接住你。”说罢，双手做出了一个接人的姿势。看到你这么说了，陈子怡点了点头。那我跳了，你一定要接住我。说罢，纵身一跃跳了下来。你上前一步，瞬间一个公主抱把陈子怡抱到了怀里。怀里的陈子怡靠着你那坚实的胸膛，整个人脸上露出了幸福的表情。这种死里逃生的感觉真是太让人开心了。吧唧一声，他一口亲在了你的脸上，露出了害羞的表情，说道：“老公，谢谢你来救我，真是爱死你了。”而你只是平静的点了点头，随后从空间中拿出一瓶水和一个面包递给他，说道：“你先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，接下来我们要去救陈婷，你跟在我后面，不要发出声音，一切听我的，知道吗？”听到你的话，陈子怡乖巧的点了点头，好的，我一定会听话的。由于你把他从树上营救下来，他此时已经把你当做自己的盖世英雄，当做自己以后要追随的男人了。见对方这么听话，你也没再多说什么，带着他往1楼的女厕所走去。路上碰到几个游荡的丧尸，被你几下解决了。很快你们来到1楼的女厕所外面，你提着标枪进去，厕所里有好几个女性丧尸，二话不说，一枪一个把他们狠狠的捅死。紧接着一个一个隔间查看，在查看到第2个隔间的时候，发现这个隔间的门打不开，说明里面有人把门反锁了。于是你轻轻的敲了敲门，说道：“开门，我是来救你的，丧尸已经被我干掉了。”咔嚓，门锁扣弹开的声音响起，门被打开了一条缝，从门缝里看到了一双如同黑曜石一样耀眼的眼睛。那双眼睛在看到你之后，瞬间露出了激动的色彩，随后将整个门都打开了。看到对方的样子，你吃了一惊，这人并不是你的同班同学陈婷，反而是一个看起来更加漂亮的美女。看对方的样子，你越来越觉得眼熟。忽然你想起来了，说道：“你不是4大校花之一的高冷校花李曼歌吗？”李曼歌点了点头，随后问你：“灾难已经过去了吗？你是来救我们的吗？”你说道：“灾难还没有过去，末世已经来临。我只是这个学校的学生，我叫叶晨，我可以带你走，但是你要听我的，不要给我惹麻烦。无论遇到什么危险，都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，否则会引来更多的丧尸。”李曼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好的，我知道了。”随后你继续开始查看其他的厕所隔间，一直到最后一个隔间的时候，发现门也是被反锁着的。于是你低声对着里面说道：“开门，我是来救你的。”听到你的声音，隔间的门被迅速打开了，因为里面的人就是陈婷，她能够听得出来是你的声音。一开门看到你那一张棱角分明而又充满坚毅的脸，陈婷顿时扑了上来，直接抱在了你的身上，眼眶带泪的兴奋大叫道：“老公，你终于来救我了！太好了，终于把你盼来了。”旁边的李曼歌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露出了羡慕的表情，多么纯爱的一幕啊！男朋友在末世来临的时候，竟然还不顾危险到厕所里来拯救自己的女朋友，这简直可以出一本书了。就在这时，你把陈婷从怀里推开，说道：“行了，现在可不是庆祝的时候，快走吧，记住一路上千万不要大喊大叫。”3个美少女都懂事的点了点头，跟在你的身后一起出了厕所。在厕所门口，陈婷指着男厕所说道：“叶晨，李宁好像是被困在男厕所了。”你点了点头，随后头也不回的继续往前走。陈婷一愣，本以为你会救李宁呢，没想到根本没打算管他。不过很快他反应了过来，男厕所里面说不定有更多的丧尸，他可不想跟着你一起进去面对危险。再说了，男人还需要别人救吗？不应该自救吗？于是陈婷心安理得的跟在你的身后，4个人很快回到了医务室。一到医务室，陈婷和陈子怡2个人就看到了他们的班长柳如烟，两人脸上露出了古怪的表情。这个班长在末世爆发自己被救了之后，完全不管班里其他同学，反而还在群里炫耀自己的食物，简直可恶！要不是因为你心地善良，他们可能就真的要被困死在厕所。2人对着柳如烟说道：“哎呦，班长大人总算是见到你了，我们还以为再也出不来了呢。要不是叶晨，我们现在就只能在手机里看着班长大人吃好吃的了。哈哈，大家都是同班同学，我也很想救你们，只是我没有那个实力。发照片也是为了鼓励大家，能见到你们俩活着回来真是太好了。”柳如烟笑着说完，脸上满是尴尬的表情。而此时苏浅浅也看到了李曼歌，脸上露出了吃惊的表情，说道：“曼哥，你也被叶晨救了吗？”李曼歌也有些吃惊，说道：“浅浅，你也在这里。”他们2个都是4大校花之一，彼此之间自然是有过交流的。如今看到对方都被你救了，所以感觉有些震惊。2人又互相聊了几句，表示能够被救简直是太幸运了。至于陈子怡和陈婷也没再理会这个虚伪的班长，陈婷则是一脸希冀的看着你，讨好的说道：“老公，我肚子好饿，可以给我点食物吗？”陈子怡也紧跟着说道：“是啊，老公，我被困在树上3天了，本来就马甲线明显的肚子现在都被饿得更扁了，原本2个小山丘还挺大的，现在感觉都饿小了，不然你待会给我检查一下吧，先给我吃点东西吧，嘿嘿。”说完，陈子怡还舔了舔自己诱人的红唇，露出了满脸的坏笑，脸上充满了说不出的妩媚和动人。听到这2人的话，旁边的李曼歌懵了，一副地铁老人看手机的表情，什么鬼？这2人都是叶晨的女朋友吗？一开始在厕所被救的时候，还以为你的女朋友只有陈婷，还以为你是末世降临不怕危险拯救少女的纯爱战士，现在看你并不是纯爱战士，而是时间管理大师，同时拥有2个女朋友还不互相生气，这也太离谱了。这人除了长得高一点，身上肌肉强壮一点，脸上棱角分明一点，眼神坚毅一点，看上去有点像彭于晏以外，好像也没什么其他特长了吧？
他凭什么有2个女朋友？你看到陈婷跟陈子怡2个人张口闭口就叫自己老公，脸上露出了开心的表情。这俩人还真是有眼力见，果断从空间里面拿出了2个面包、2根香肠和2瓶牛奶分给他们。一看到食物，2个人眼睛都亮了。谢谢老公，老公你真是太好了，等我吃饱了好好伺候老公。2人道谢后直接拿起食物开吃了。旁边的柳如烟听着2人的话，嘴角撇了撇，低声说道：“真是2个浪货，张口闭口就是老公，真是不害臊。”苏浅浅也表示有些震惊，不过他并没有吐槽。而李曼哥在旁边看着这一幕，整个人脸上露出疑惑和不解，什么情况？自己的那一份呢？心想我可是清楚的看到你不知道从哪里瞬间就掏出了2份面包牛奶，可你就回来的不是3个人吗？自己的那一份呢？作为学校里面最高冷的校花，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的焦点，可是这个叶晨竟然把自己给无视了，他顿时就不爽了，嗨嗨，假装低声咳嗽2声，想要引起你的注意，而你却是拿着手机并没有理会他。原来陈婷和陈子怡已经把食物的照片发到了班级群里，又引起了渲染大波，群里全部都是艾特你的。而你看着这些消息，脸上露出一抹轻笑，随后直接在群里回复道：“以前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一个个都骂我是穷鬼，一辈子做社会底层，现在怎么又一个个争着给我当儿子了？”看到你的话，群里的人立刻来了精神。叶晨爸爸，以前都是我们的错，以前是我们狗眼看人低，你就原谅我们一次吧，只要你来救我们，你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。你说道：“呵呵，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你们只是知道自己快要死了，所以才会这么说，所以你们还是自求多福吧。”一听到你不准备救他们，这些人顿时又急了，开始道德绑架了。叶晨，大家都是同学，你不要做的这么绝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你不要太过分。以前就看出来了，你小子不仅穷，而且还心里阴暗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你这种人在和平年代没出息，果然是有理由的。就连班主任都出来说话了。叶晨，以前我就教导大家要互相帮助，现在你有能力却见死不救，说得过去吗？然而他们却低估了你的心理承受能力。对不起，我没有道德，所以不会被你们绑架。现在群里面的女同学已经都被自己救出来了，所以这个群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，索性直接退出了班级群。看到你退出了群，柳如烟、陈子怡还有陈婷3人也跟着退出了群聊。毕竟你现在可是一条十足的大腿，他们一定要用行动表示对你的追随。退完了班级群之后，你用系统扫描了一下陈子怡等人，脑海里出现了他们3个人的信息。陈子怡年龄18岁，身高168，体重50千克，胸为 D， 外貌评分85，身材评分94，充电次数0。你点了点头，很不错，也算是百里挑一的大美女了。又看了看陈婷，陈婷年龄18岁，身高166，体重48千克，胸为 D， 外貌评分86，身材评分92，充电次数0。看到这个评价，你再次点头，这俩少女资质都还不错了。随后你把目光放在了高冷校花李曼哥身上。李曼哥年龄18岁，身高170，体重52千克，胸为 D， 外貌评分95，身材评分95，充电次数0。看到这个信息之后，你眼睛亮了，好家伙，外貌评分和身材评分都是95，绝对是极品中的极品了。而且170的身高在所有女生当中都是最高的一个，难怪这么一对洁白的大长腿这么吸睛。就是不知道这么完美的校花在黑修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现，会不会和她现在高冷的样子有反差呢？这个时候李曼哥感受到了你的目光，心想这家伙终于注意到自己了，我就说嘛，凭借老娘的美貌，哪个男人不得沦陷？随后他红唇轻启，对着你说道：“叶晨同学，我的那一份食物呢？这2个你救回来的同学都有食物，我不会没有吧？”你笑着说道：“你没听到他们都叫我什么吗？我的食物只会给我的女人，所以你也要成为我的女人吗？”一听到这句话，李曼哥瞬间脸色一变，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，又带着一抹鄙视对着你说道：“我的天，我没听错吧？你竟然想用一点食物就想收买我的身体？你不知道以前有人花了几十万追我，我都没同意吗？你现在居然用1根香肠、1点牛奶就想让我做你的女人，是你没脑子还是我没脑子？”你回复他说道：“哦，那你很厉害哦。既然你那么厉害，不如去叫那些追你的人给你食物吧。看现在他们变成丧尸，是把你当做食物还是给你食物？”说完，你不再理会他，躺在床上休息了起来。陈婷和陈子怡2个人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你给他们的牛奶面包。像这种真空包装的垃圾食品，在和平年代李曼哥从来都不会看一眼，但现在香味刺激着他饿了3天的肚子咕噜咕噜的叫，于是他只好来到了厨房的水龙头旁边喝了2口水。看到这一幕，你的嘴角一弯，没人能受得住饥饿的感觉，就算是再高冷的人也一样。这个高冷校花迟早会来求自己的。很快天黑了，黑暗之中你感觉有一个人来到了自己的床边，很快耳边传来了陈子怡的声音：“老公，今晚我和你睡哦。”很好，就喜欢这种懂事的，不用多说就会主动来找自己。于是你说道：“来吧，上来，咱们好好聊聊天。”第2天你神清气爽的起了床，看了看旁边睡得正香的陈子怡，伸出手捏了捏对方那吹弹可破的脸蛋，手感真不错。随即你打开了脑海里系统的通知，恭喜宿主拯救美少女成功，获得新能力隐身。看到这个提示，你惊呆了，陈子怡这小妮子竟然给自己带来一个这么厉害的能力。你赶紧看了一下能力的说明，技能名称隐身，技能等级1级，技能效果，使用该技能后进入隐身状态持续1小时，冷却时间1天。看完技能说明后，你在心中想到，营救女同学获得的奖励实在是太丰厚了，看来必须得抓紧时间继续救人才行。毕竟今天已经是末世爆发的第4天，如果再不把他们救回来，再过2天他们可能都要饿死。如今有了隐身的技能，救人就会更方便了。思索完之后，你从空间中拿出食物吃早餐。女生们看到你正在吃东西，顿时一个个靠了过来，脸上露出了讨好的笑容，说道：“叶晨，你醒了啊？那个面包好吃吗？”你笑着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好吃，放心吧，少不了你们的。”说完又给每个人发了一份早餐。旁边的高冷校花李曼哥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用手捂住肚子，可肚子还是不争气的发出了咕噜声。听到这声音，
听你嘴角一弯，没理他。既然他想要当一个高冷校花，那就继续高冷下去就好了。自己身边可不缺女人，昨晚跟陈子怡聊天，今晚跟陈婷聊天，等下还要去救新一批的女同学，救完之后还要跟他们每个人聊天，每天都很忙的好吗？哪有空管你什么所谓的高冷校花？吃完早餐你准备出门，这2天在女厕所中就出了2个女同学，说明厕所中有幸存者的几率很大。因为末世爆发的时候正是上课时间，教室里面一旦出现丧尸，想跑都没地方跑。但每个厕所都有隔间，只要躲在隔间里面就很安全，可以说是天然的避难所。今天的计划就是把10栋教学楼的厕所全部检查一遍，如果有发现就把所有的女同学都带回来。于是你开始一栋楼一栋楼搜寻起来，终于在3楼的女厕所当中，你干掉了丧尸之后，发现有一个隔间的门是反锁着的。于是你敲了敲门说道：“有人吗？我是来救你们的。”里面的人一听到你的声音，顿时惊喜的回应道：“真的吗？终于有人来救我了吗？”说着直接打开了门，一张清秀的脸从里面露了出来。看到你的一瞬间，对方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笑容，真是太好了！灾难已经结束了吗？你是警察吗？你摇了摇头说道：“不是，我只是这个学校里面的学生，我叫叶晨啊。”听到你的话以后，对面的女孩露出了失望的表情。你继续说道：“不过我是来救你们的，灾难还没有结束，跟着我走，我可以给你提供食物，不过你需要听我的话。”一听到你也会救她，女生又开始恢复了一点神采，连忙点头说道：“好的，我一定不会给你惹麻烦的。”紧接着你就带着这个女同学继续开始搜寻，直到把10栋教学楼全部搜索完之后，发现自己身边已经救出了25个女同学，而且这些女同学大部分长得都还很不错，有几个模样甚至不输柳如烟等人。只可惜4大校花中的另外2个还没出现，这使得你内心不免有点失望。不过有了这25个女同学，自己的实力还能大增，今天的收获已经很多了。至于剩下2个校花，就听天由命吧。于是你带着25个女同学朝着医务室赶去，一路上这个队伍有点过于庞大，吸引来了不少丧尸。你让那些女生赶紧跑，自己则在后面断后。见他们差不多都到达了医务室门口，此时你也已经干掉了10几个丧尸。眼见聚集过来的丧尸越来越多，你不再恋战，连忙向着医务室跑去。当所有人都进入医务室后，你才关上了医务室的门。此时门外已经跟来了20几个丧尸，只是这些丧尸没有智商，看到你们关上了门之后，他们瞬间失去了目标。医务室新来的25个女同学此时个个都在喘着粗气，那种被几10个丧尸追的感觉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回过神来之后，他们都感激地看着你说道：“叶晨同学，谢谢你救了我们，原本我们以为要被困死在厕所里面了，没想到你把我们救了出来，真是太感谢了。你救我们的时候说有食物给我们吃，是真的吗？我们好饿，可以给点食物吗？”听到这些女同学的话，一旁的李曼哥忍不住的冷笑了一声说道：“呵呵，想要他的食物可没那么容易，这家伙可是想要用食物收买我们的身体呢，只有当他的女人，他才会给食物。”果不其然，这句话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女同学一个个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，看着你问道：“叶晨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认出来了，这不就是4大校花之一李曼哥吗？这叶晨就是馋人家身体吧，所以想用食物收买也不看看人家是谁。我们可都是女大学生，怎么可能因为一点食物就出卖自己？哼，想得美，真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人，真下头。”队伍里长得最壮最肥最丑的一个女生说道：“好恶心啊，真后悔被他救出来，我就是宁愿死在厕所里，宁愿被丧尸吃了都不愿意被这下头男救。姐妹们，要不咱们一起合力把他抓住，抢了他的食物？咱们可是有25个人，怎么可能怕他一个？”一些女生在听到这句话之后，竟然纷纷附和。你看着对方，忍不住的皱了皱眉头。那个女的长得身材粗壮肥头大，像头猪一样。原本在厕所里看到对方的时候，你就在想要不要救他，当时也是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想着也许把他饿瘦一点就能看得过去了。毕竟有句话说的好，胖子都是潜力股，却没想到这个死肥婆竟然给我搞事情，真是丑人多作怪啊！你冷声说道：“宁愿被丧尸咬死，也不愿被我救是吧？门外现在就有20多个丧尸，你现在就可以出去了。你这一身起码有200多斤，够那些丧尸吃一顿了。”一听到这句话，那个肥婆瞬间被气得脸都扭曲了，指着你骂道：“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让我去喂丧尸？你自己怎么不去？把我们带回来去，不给我们食物，还想用食物收买我们的身体？你不是下头男是什么？还想狡辩，真恶心！而且你的食物不也是从学校里收集的，本来就属于大家的，凭什么占为己有？姐妹们，我们要联合起来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，让他把食物平分给我们，否则的话我们就强行抢过来。”说完之后，他又看向了柳如烟几个先来的人问道：“你们要不要也弃暗投明加入我们？”陈子怡说道：“明明是叶晨把你们救回来，你们不感激他就算了，还想要抢他的食物，不想待在这里可以滚，没人拦着你。”陈婷也说道：“没错，好像谁强行留你们在这里一样，又想要叶晨的保护，又想要叶晨的食物，还不想付出，你们在想什么呢？世界上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？你们不会以为你们还是人人捧在手心的小公主吧？”苏浅浅说道：“如果你们觉得待在这里不爽，可以自己离开，但是要别人把辛苦收集到的食物平分给你们，未免有些太道德绑架了吧？想要食物，你们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去找，而不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命令别人给你们。”柳如烟也附和地说：“就是，凭什么分给你们？他们4人都跟你有过关系，因此你才把食物分给了他们。如果这些女生来这里什么都不用付出也能得到食物，那他们这几个人之前的付出岂不是白费？所以他们坚决维护你的利益，就等于是在维护自己的价值。”这时那个胖女人又看向李曼哥问道：“高冷校花，你也不打算加入我们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可是有25个人，等我们得到了这个下头男的食物，你们不加入我们，我们可不会把食物分给你们。”李曼哥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表情，好像一开始拱火的人不是自己一样。他见过你杀丧尸的场景，一标枪一个毫不留情，这些女人要是把你真的搞毛了，你照样能一枪一个，估计杀起来比杀丧尸还简单。他可不认为这些女人是你的对手，因此他直接无视胖女人的话，在一旁低头玩着自己那洁白如玉的手指。胖女人冷哼一声：“你们5个人简直丢了我们女孩子的脸，还有2个是校花的，我呸！长得越漂亮就越软弱，堂堂校花也被那个下头男给征服了，好恶心！”听着这个胖女人的话，你的脸上露出了冷笑的表情，并一步一步地
走向了他们。1.85米的身高，再加上杀了那么多丧尸，此时你的身上压迫感满满，甚至隐约有一种令人恐惧的杀气。25个女生除了胖女人以外，其他人都忍不住的后退了一步，低下了头，不敢跟你直视。胖女人在和平年代就喜欢打拳，此时发现这里只有你一个男人，她当然想要联合其他女生取代你成为这里的话事人。因此面对你的靠近，她虽然心中害怕，但依然握紧了拳头，站在原地，高傲的抬起头与你针锋相对，嘴里威胁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我们这里可是有25个人。”你并没有说话，继续笑着走过去。那个胖女人总算是怕了，后退一步说道：“你不要再过来，你再过来我可要动手了。”你慢慢走到了那个胖女人的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她，面对你冰冷的眼神，胖女人嘴唇颤抖的说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我是不会屈服的。想用一点食物就想收买我的身体，想得美！”你依然没有说话，而是抬起了自己的手，随后重重的一巴掌，啪的一声，那个胖女人瞬间被你扇倒在地，嘴角开始流出了鲜血，她严重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神情，紧接着不可思议变成了愤怒，她爬起来大叫道：“你敢打我？你竟然敢打女人！可恶的家伙，我要打死你！”姐妹人一起上这个下头男竟然打女人，可惜他疯狂的大叫并没有让他身后的其他女生帮助他，而是吸引来了门外的丧尸不停的砸门，不停的吼叫，把那些女同学都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如花你别叫了，丧尸听到声音要进来了，再这么吵下去大家都得死。”听到身后的女生竟然开始指责自己，那个叫如花的胖女人瞬间就不爽了，嘴上的叫声更大了：“你们什么意思？我在为你们争取利益，你们却在为这个男的说话，你们真是女人的耻辱！既然他不给我们食物，大不了大家一起死，你们帮他说话也一起死吧！”哎呀，这个胖女人见没人支持自己，竟然开始发疯了，在医务室里大喊大叫，一副要拉着大家一起下水，大不了全部被丧尸吃掉的样子。看到这一幕，你皱了皱眉头，直接过去掐着他的脖子把他提了起来，200斤的体重竟然被你直接提起，双脚离地了。而此时那个如花才开始意识到你的可怕，用艰难的声音说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你冷笑一声说道：“呵呵，你不是想死吗？不是想让所有人都去喂丧尸吗？我让你得偿所愿。”说完直接提着胖女人来到了医务室的门口，另一只手抓住门把手准备开门。门外无数丧尸正在不停的拍门，这个门如果再继续被攻击下去，估计顶不了太久。看到这一幕，胖女人总算是怕了，嘴里大叫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把我丢出去喂丧尸吗？你这是杀人，你是犯法的！”你没有说话，而是开始扭动门把手。胖女人真的怕了，她全身颤抖，眼泪都被吓出来了，嘴里说道：“不要啊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了，我不想死。”你冷笑一声问道：“你愿意做我的女人吗？”胖女人微微一愣，随后她惊喜的连忙说道：“愿意，愿意，我太愿意了！你放我下来，我现在就做你的女人。”此时你的脑海中已经收到了系统的提示，恭喜宿主拯救少女成功获得系统奖励，储物空间等级+1。收到这个提示之后，你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对着那个肥婆说道：“你愿意，可是我不愿意。”随后你迅速打开门，门外的丧尸刚准备扑上来，被你一脚踹了出去，紧接着把胖女人丢了出去，然后迅速关上门。门外响起了无数丧尸的怒吼和胖女人的惨叫声，医务室里面剩下24个女生都被吓得全身颤抖，互相抱在一起，忍不住用手捂住了耳朵，就连李曼哥都露出了害怕的表情。虽然你总说把人丢出去喂丧尸，以前他以为只是说说而已，没想到这次你来真的。门外被20多个丧尸分食的那个胖女人活活惨叫了5分钟才没有了声音。此时你冰冷的眼神扫过剩下24个女同学，面对你的眼神，那些人浑身一颤，一个个眼神闪躲，不敢与你对视。此时你说道：“还有想打拳的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想要待在这里就必须给我听话，如果谁想做出危害大家安全的举动，那么你们的下场只有一个，就是跟那个肥婆一样，懂了吗？”那些女生连连点头说道：“懂了懂了，对不起，我们不会再做那样的事情了，求你不要把我们丢出去。”看到这些人的表现，你这才露出了满意的表情，辛苦把这些人从厕所救出来，竟然还想抱团抢自己的食物，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，真不知道谁是大小王了。在和平年代当替铃铛习惯了是吧？老子可不会惯着你。眼见自己已经镇住了这些女生，你这才回到了房间里，安静的躺在床上准备休息。此时你发现了系统的一个 bug， 只要对方嘴上答应了做自己的女人就能获得奖励，这个 bug 牛啊！看你回到了房间里，那24个女生才开始讨论了起来。我的天呐，杀人了！如花竟然被丢出去喂丧尸了，咱们报警吧。另一个女生说道：“报警？报警要是有用的话，我们被困的时候早就报警求救。你是不是傻？现在可是末日。没错，末世已经来了，早就已经没有法律的约束，而且如花那样大喊大叫，叶晨这么做也是紧急避险。他本来就是把我们从厕所里救了出来，而且食物也是他辛苦收集来的，我们不能不劳而获。我要去给叶晨道歉。”于是24个女生组队涌向了你躺着的房间，敲响了你的房门。听到敲门声，你有点疑惑，这还没到晚上呢，难道大白天的陈婷就来找自己聊天了？进来吧，你对着门外说道。很快门被打开了，24个女生全部走了进来，低着头对你说道：“叶晨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们的错，是我们出言不逊，因为我们肚子是真的饿，所以才会那样。接下来我们会听你的话，给我们一点食物吧，我们愿意做你的女人。”一听到这句话，你顿时来了精神，说道：“哦，这么快就想通了？我们想通了。”那些女生满脸希冀的说道。你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行吧，你们去外面等着吧，等下我会给你们分配食物。现在我要休息一下，睡个午觉，你们别打扰我。”那些女生听到你的话之后，脸上露出了开心的表情。好的，叶晨，我们不打扰你，你睡吧。你能原谅我们真的太好了。看着这些女生这样，你很是满意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你就是要震慑一下这些人，不然3个女人一台戏以后可就难管了。满意的睡了个午觉，起床之后你感觉神清气爽，打开房间的门走到了大厅，发现20多个女生都坐在那里，柳如烟、苏浅浅等4个人正在用手机玩游戏，每个人脸上都是轻松的表情，好像末世与他们无关一样。高冷校花李曼哥捂着肚子坐在一旁，时不时的从肚子
子里传来几声青蛙叫。那24个女同学也是缩在一个角落，忍受着肚子的饥饿。看到你出来，顿时所有人都眼前一亮。柳如烟4人对着你满脸带笑的说道：“叶晨，你终于醒了，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吧。”你笑了笑，摸了摸4个美女的头，从空间中拿出4份面包、火腿肠、牛奶，外加4个鸡腿给了他们，说道：“这是你们中午的食物，先吃午饭吧。”这4个女生在那个肥婆准备造反的时候，她们的表现你非常满意。4个女生看到食物眼睛都亮了，哇，太棒了，还加了一个鸡腿。叶晨，你太好了。而那24个新来的女同学也对你投来了渴望的眼神，满脸都写着我也要吃的字眼。于是你走向了她们，从空间中取出了一堆食物分给了她们。24个女生脸上露出了兴奋的表情，拿着食物就开始狂吃起来。所有人都在吃东西的时候，只有旁边的李曼哥还没有收到食物，发现你连正眼都没看他一眼，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，心想这家伙难道真的对自己没意思？怎么说自己也是4大校花之一，不比那24个庸脂俗粉好看多了。他只要过来给自己说2句好话，给自己一个台阶下，就算让自己做他的女朋友也不是不可能啊。可他却连看都不看自己一眼，难道要自己倒贴吗？真是太可恶了！咕噜咕噜，肚子里又传来了不争气的叫声，而你却没有理他，而是在心里想着明天也许该进军食堂了。从超市里带来的食物大多都是零食，虽然也有大米面条、方便面，但是没有锅碗、没有炒菜煮饭的工具，老是吃零食也不太好了。虽然食堂的丧尸很多，但自己现在实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增强，就算是食堂的丧尸应该也能全部搞定，而且还有隐身技能，如果是丧尸太多搞不定，到时候还可以隐身。于是你在心中下定了决心，明天开始进军食堂。当然在明天进食堂搜刮之前，今天的奖励必须全部拿到。于是你对着陈婷使了个眼神，今晚轮到你跟我聊天喽。陈婷顿时露出一副受宠若惊的表情，终于到我了吗？老公你放心吧，我最会聊天了。于是屁颠屁颠的跟着你进了房间，看着陈婷小鹿乱撞的身影，柳如烟撇了撇嘴，有些不开心，你们这些新来的女孩子就不能矜持一点吗？第二天早上你收到了系统的提示，恭喜宿主拯救少女成功获得系统奖励，隐身技能等级+1。收到提示后你一阵惊喜，2级的隐身技能每天可以隐身2个小时，太爽了。你伸了伸自己的公狗腰之后，神清气爽的起床。此时的陈婷还在床上睡着，一脸的满足。不得不说这小妮子确实如她所说的那样很会聊天。起床后你给医务室内的女生们分配了早餐，紧接着在众人感激的目光中出了门，准备去食堂搜寻物资。出门后先把门外的10几个丧尸给全部干掉。现在的你面对这10几个丧尸简直是毫无压力，地上还有一具被啃干净的骨架，看样子应该是昨天被你丢出去的如花。一路上没遇到其他丧尸，不过在路过小超市的时候，你发现小超市门口竟然多了2具新鲜的丧尸尸体。因为你在末世爆发第2天就已经搜刮了小超市，今天已经是第5天了，之前被你干掉的丧尸早已经腐烂，而这2具尸体却是新鲜的，而且看着像是被人用斧头爆了头一样。难道学校里还有其他幸存者吗？你心中有了一点紧迫感，对方要是看到超市被搜刮完之后，肯定会去食堂，不会连食堂的食物已经被对方拿完了吧？想到这里，你加快了脚步往食堂走去。果不其然，到了食堂门口的时候，你发现门口也躺着好几具丧尸的尸体，同样是被爆头而亡。而食堂里面还有不少丧尸，应该是对方看里面丧尸太多没敢进去。你松了口气，心想还好，要是食堂的食物也被搜刮完，那自己就亏大了。看着食堂里面游荡的那几10个丧尸，你决定不再浪费时间战斗，而是直接开启隐身。紧接着你直接在原地消失，就连手上的弓箭和标枪也变得透明了。看到这一幕，你有些震惊，连武器都能隐藏，这技能有点高级了。这样的话，偷袭别人岂不是非常容易？太牛了！于是，在隐身状态下的你直接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食堂中，那些丧尸根本发现不了你的存在。来到后厨仓库，你发现了不少食物，看来那些人还没来得及把这些东西全部拿走。于是你开始往空间中转移食物，大米面粉几十袋，土豆玉米几十袋，全部收走；食用油几十桶，保险的蔬菜几百斤，冰冻的肉类几百斤，全部收走。还有电磁炉、煤气罐、锅碗瓢盆，全部收走。几分钟之后，你就把整个食堂的后厨和仓库全部搜刮一空。此时的储存空间中也堆满了物资，这些物资够自己和那些女生们吃好久了。今天的工作结束，可以回去了。于是你在隐身状态下走出了食堂。走出食堂之后，你解除了隐身，隐身的时间可以多次用完，所以在不必要的情况下，还是不要浪费隐身时间。毕竟现在每天隐身只能有2个小时，等以后等级提高后就可以随便使用了。与此同时，医务室的外面来了5个人，每一个都身材高大，皮肤黝黑，一看就是和你一样是这个学校的体育生。他们看到医务室门外倒在地上的丧尸，脸上露出了警惕的表情，互相对视了一眼后，其中一个人低声说道：“医务室里面似乎已经被占领了，那个家伙很强啊，光是在医务室外面就有几10个丧尸的尸体。”另一个壮汉说道：“这医务室好像已经被占领，那咱们还进去吗？”“去啊，昨天收集物资的时候，牛哥的腿被生锈的铁皮划伤了，必须要及时消毒才行，否则的话可能会感染，所以必须要拿到消毒液。”李伟，你去敲门。说话的人对旁边的一个人使了一个眼神，那个叫李伟的体育生点了点头，随后敲响了医务室的门，咚咚咚。门内的女生们听到这个声音被吓了一跳，还以为是丧尸敲门呢，她们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尖叫，赶紧把门反锁。听到反锁门的声音和女人的尖叫声，5个体育生脸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，紧接着疑惑变成了惊喜。我去，是女人，上次那个女人被我们完美了，终于碰到新的女人了，太幸运了。不对啊，女人是怎么把这些丧尸干掉的呢？应该是男的出去找食物了。咱们昨天不是看到小超市的食物已经被搜刮完了吗？估计就是这个人搜刮的，而且还把女人也带了回来，说明这个医务室里不仅有女人还有食物。兄弟们，咱们这回发财了，趁男的不在偷他家。这5个体育生瞬间来了精神，敲了敲门，对着里面说道：“是学校里的女同学在里面吗？我们是来救你们的，赶紧开门。”门内的柳如烟听到外面的声音不是你的，她用手指放在嘴唇边做了个嘘声的动作，示意其他人不要说话。其他人都点了点头，一个个闭口不言。整个医务室里面静寂无声，听声音就知道外面这些人肯定是不怀好意的，所以让他们开门是绝对不可能的。现在的他们只希望你赶紧
回来把这些男的都赶走。门外的体育生看到里面的人竟然装死不说话，顿时有些不耐烦，加大了拍门的力度。快点把门打开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等下我们直接一脚把门踢开，到时候你们都得完蛋。乖乖把门打开，到时候我们会温柔一点，不然的话我们可是要往死里干的。听着这些人下流的话，里面的女同学害怕极了，心想果然他们都是不怀好意的。叶晨，你快点回来啊！不开门是吧？我们耐心已经被消磨完了，你们不会真的以为一个小破门就能够阻挡我们吧？小可爱，我们可要进来了哟！一个体育生说完，直接高高举起了他手上的消防斧。就在那个消防斧即将要砍到门上的时候，他们的身后传来的一个声音：喂，你们这群人在干什么？众人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手拿弓箭、背上背着一把标枪的强壮身影出现在了不远处的地方。他们在看清楚了你的长相之后，脸上露出了吃惊的表情。叶晨，你竟然还没死！太好了，咱们体育生的队伍又可以壮大了。你来的正好，我们发现这个医务室中藏着不少女人，咱们一起把门破开，里面的女人和物资大家一起分，怎么样？此时你也看清楚了，对方这些人也都是体育生，以前在学校里都是互相认识的，只不过跟你不同的是，这些人都是富二代，家里很有钱，所以看不起你一个穷小子。没想到末世爆发，这些体育生竟然聚集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小队，他们的战斗力可不弱。不过你也不担心，现在的你有了系统的加持，早已今非昔比，即便是面对这5个体育生，也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。于是你冷声说道：这里是我的大本营，里面的女人也是我救出来的，你们赶紧给我滚，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了。听闻此言，那5个体育生脸色一变，为首的一个体育生满脸带笑的说道：叶晨，看你也是性情中人，末世一爆发就收集女人，跟我们有一拼嘛？加入我们队伍以后，学校就是我们的大本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料你却是摇了摇头说道：没兴趣，你们赶紧滚吧。对面的体育生露出了冷笑的表情，呵呵，不给面子是吧？叶晨，别以为你一个人就是我们5个人的对手，有女人要跟大家一起分享，不要吃独食，小心把自己撑死。你没有说话，而是举起了手上的弓箭，直接张弓拉箭瞄准了对方，随后嘴里冷冷的说道：我的女人也是你们能打主意的，既然你们不走，那我就送你们上路。说罢，唰的一声，一箭射出，为首的体育生胸口瞬间被射穿，捂着胸口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，你竟然敢杀人啊！痛苦嚎叫了一声之后倒地不起。其他4个体育生看到这一幕，直接被吓傻了。辉哥，你醒醒啊！杀人了，叶晨杀人了！兄弟们一起上，弄死他！于是4个人分头行动，从4个方向朝着你冲了过来，而你则是没有继续射箭，而是露出了一抹冷笑之后，在心中默念了一声隐身，随即你瞬间消失在了原地。4个体育生原本正以极快的速度向你冲过来，看到你消失，他们停下了脚步，愣在了原地。我去，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就在他们疑惑的时候，扑哧一声，一个体育生的胸膛瞬间被刺穿了，鲜血从他的胸口喷出，身上出现了一个血洞，但他们看不见穿透胸膛的是什么东西，仿佛那个血洞是凭空出现的一样。那个体育生发出一声惨叫，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胸膛吼道：好痛，救我，快救我！剩下的3个人直接傻眼了，没想到叶晨直接隐身了，还能继续杀人，一种未知的恐惧涌上心头。其中一个体育生直接跪倒在原地，对着空气不停地磕头：叶晨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别杀我们，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。见此情景，另外2个体育生也瞬间跪在地上，不停地对着空气求饶。然而回答他们的不是你的声音，而是被标枪刺穿肉体的声音。一个接着一个，3个人的胸口都出现了血洞，3个人露出了恐惧的表情，捂着自己的胸口，缓缓地倒在了血泊之中，人不狠站不稳。此时的你知道，既然他们已经知道这是自己大本营，那么就不能留着他们了。这个没有法律和道德约束的末世，即便是为了一个面包都有可能杀人，更别说自己还有这么多的食物和女人。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，你解除了自己的隐身状态，感叹这个技能实在是太好用了，杀人于无形。随后你来到了医务室的门口，敲了敲门说道：开门，我是叶晨，那些人已经被我干掉了。听到这个声音，门内的女生们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连忙把门打开。你走进门，发现他们脸上还是一副惊魂未定的表情。柳如烟说道：叶晨，那些是什么人啊？好恐怖啊！他说要把我们全都抓走，还好你及时回来了。你对着他们安慰了几句，说道：没事的，已经被我干掉，现在是末世，在学校里谁都不能行，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关好门窗，不要发出任何声音，以免被人发现。我们知道了。女生们连连乖巧的点了点头。发现了学校里面还有其他幸存者，你的心中也开始有了一点紧迫感。虽然自己实力已经足够强大了，但是自己的女人却依然没有任何自保的能力，这要是一不小心被人偷家，那就亏大了。所以今天一定要把所有奖励拿到手才行，反正只要对方同意做自己的女人，就能拿到奖励，不用发生实质性的行为。当然系统也说了，如果生下孩子会获得更加丰厚的奖励，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还是要尽力保护更多的女人。随后你从空间中拿出食物，对着那24个新来的女生问道：再问你们一遍，你们都愿意做我的女人了是吧？那些女生连连点头说道：愿意愿意，只要你保护我们的安全，给我们吃的，我们就愿意做你的女人。与此同时，你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：叮，恭喜宿主拯救少女成功获得系统奖励，全属性获得提升。你兴奋地在脑海中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，姓名叶晨，年龄18岁，身高185，体重80千克，力量200，精神200，体力200，速度200，拥有技能属性加强，超级基因，储存空间4级，病毒免疫，系统扫描，隐身3级，金属控制2级。随后你查看各个技能的说明，首先自己的基础属性就已经是普通人的4倍，现在普通人在你的面前根本不堪一击。储物空间也已经有6万立方米，这么大的空间足够装很多物资了，养活100个老婆都不在话下。隐身技能3级，每天可以隐身6个小时，并且没有次数限制。这个技能只有在战斗的时候才会用到，所以时间完全够用。最牛的是最后一个技能金属控制，现在的你可以控制任何金属的粒子结构，并且可以控制金属的运动轨迹，也就是说你一个念头就可以把一块金属变成一把飞刀射向敌人。你看着远处的墙壁，一个眼神唰的一声，桌上的水果刀像子弹一样急射出去，瞬间击中了混凝土墙壁。随后你又从空间中取出一堆不锈钢的锅碗瓢盆，在意念的控制下，很快这些金属形成了一把1米多长的锋利大刀，实在是太牛了，这简直跟万磁王的超能力没有区别了。有了这个技能，怕
怕不是可以在这个末世称霸。有了这些技能，我将可以凭一己之力制造一个坚不可摧、固若金汤的幸存者基地。你捏了捏拳头，信心满满。看完了自己的属性之后，你怀着兴奋的心情，把目光放在了高冷校花李曼歌身上。如今的24个女同学都已经同意做自己的女人，只剩下这个高冷校花了。不得不说，高冷校花之所以被称为高冷校花，还是有些道理的。饿了整整5天，竟然还没妥协，你都有些佩服这家伙。你满脸笑意的走了过去，对着李曼歌问道：“肚子饿吗？”看着你走到自己这里问话，李曼歌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，还以为你把他给忘记了呢。同时，李曼歌在心中下定了决心，只要你给他一个台阶下，他就妥协了。因为这几天实在是太饿了，每天看着别的同学吃面包喝牛奶，自己却只能饿着肚子对着水龙头一个劲的灌水，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折磨了。所以李曼歌想通了，在末世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，尊严和清白都是浮云而已。并且看你这段时间对这些女生确实很不错，吃的喝的都会拿出来分享，而且你还是一个十分强大的男人，杀伐果断，毫不拖泥带水，只要是对你和你的女人造成威胁的人都会被你干掉。这种男人绝对会干成大事的，跟着这样的男人在末世肯定能活得很久，所以他决定妥协了。不过他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他的肚子就已经开始咕咕叫了。听着自己肚子的声音，李曼歌的脸都红到耳朵根了。他红着俏脸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饿，太饿了，我感觉我快要饿死了。”一双如同小猫一样的眼睛充满希冀的看着你。这个时候你开口说话了：“再问你一遍，成为我的女人就可以给你食物，你愿意吗？”李曼歌点头点得像敲鼓似的：“我愿意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女人。”此时你收到了系统的提示：恭喜宿主拯救美少女成功获得奖励，金属控制技能+1。听到这个提示之后，你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对着李曼歌说道：“早妥协不就行了吗？非要饿那么几天何必呢？”说完，从储存空间中拿出一份食物递给李曼歌。看着这美味的食物，李曼歌眼睛都红了，赶紧拆开包装大口吃了起来。你淡淡的说道：“今晚来我房间找我，我要和你好好聊聊天。”正在啃着面包的李曼歌听到你的话，俏脸顿时红成了一个苹果，用几乎低不可闻的声音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晚上的时候，李曼歌听话的敲响了你的房门。如果说一开始李曼歌同意做你的女人只是因为食物的威胁，而经过了一夜的交流之后，他对你也产生了真正的爱慕之情。谁不喜欢强大的男人呢？而你也是他见过最强大的。第二天，你神清气爽的起了床，伸了伸自己的公公腰。此时的李曼歌还在熟睡当中，整个人非常的平静，脸上甚至还有一抹如同婴儿一般的笑容。起床之后，你才感觉现在的医务室已经挤满了人，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合再继续待下去了，是时候找新的大本营了。学校是一个不错的天然避难所，周围都有高高的围墙，那些丧尸的智商很低，只要把大门一关，丧尸就进不来。所以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学校的丧尸和威胁清空。当然，在清空学校之前，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空教师宿舍。教师宿舍一共有10层，每层都有10几个宿舍，而且这些宿舍都是单间配套，有厨房和卫生间，非常适合生活。一共有100多个房间，就算有100个女人都可以住得下。于是你给所有女人都分配了早餐，顺带也非常贴心的给还没起床的李曼歌也留了一份，之后就准备出门。柳如烟有些担忧的问道：“叶晨，你要去哪里？不会有危险吧？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”同时陈子怡、陈婷等人也说道：“叶晨老公，路上一定要小心，你要是遇到危险，我们可都成寡妇了。”听着众人关心的话语，你的心中也有所动容。以前的和平年代可从来都没有人关心过自己。你笑了笑说道：“放心吧，以我的实力是绝对不允许让你们变成寡妇的。我不在医务室的这段时间，你们一定要紧闭门窗，不要发出任何声音，不管谁敲门都不要开门，懂了吗？”“好的，老公。”众人异口同声的说道。于是你打开门走了出去，径直前往教室宿舍，仿佛为这20-30个女人背上了沉重的责任。一路上你遇到几个零散的丧尸，看到你之后，那些丧尸迅速朝着你冲了过来。此时的你也没有再使用弓箭，也没有使用标枪攻击，而是直接抽出了之前用意念制造的大刀。就在丧尸距离你还有1米多的时候，你直接挥舞那把锐利无比的大刀，狠狠地砍了上去。唰的一声，空气中银光一闪，丧尸的头颅已经瞬间飞上了天。你的身体一偏，差点因为自己的力道闪了自己的公公腰。你脸上露出了吃惊的表情，没想到这把刀这么锋利，砍在丧尸的脖子上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仿佛是在切豆腐一样。你挥起大刀又砍向了另外一个丧尸，这一次你直接从对方的头顶竖着往下一刀，那个丧尸瞬间被分成了2半。紧接着反手一挥刀，另一个丧尸又被你瞬间腰斩，不到2秒钟，3个丧尸就已经全部被你砍倒在地。看到这一幕，你简直兴奋极了，用这把刀砍丧尸简直就像是割草一样，太享受了。你提着大刀一路来到了教室宿舍，进去之后发现1楼的走廊里游荡着好几个丧尸，全是以往住在这里面的老师。这次你再没有用刀将他们斩首，因为你不想让丧尸血液洒得满地都是，到时候很难清理。一个念头，一根透着寒光的钢针出现在了你的面前，悬停在半空中。紧接着一个眼神，那根钢针便瞬间化成了一道流光，以比子弹还快的速度射向了前方的丧尸，从丧尸的眉心穿进去，然后从后脑穿出来，就像是串糖葫芦一样。不到1秒钟，这10几个丧尸已经瞬间倒地。随后那根钢针再次飞回到你的面前，在空中不停的急速旋转着，将上面的血液全部甩飞，再一次露出了寒光。解决完楼道里的丧尸之后，你开始一个一个宿舍的查看，直到1楼全部检查完也没发现一个活着的老师。于是你前往第2层，也就在第2层，你发现了自己的班主任李老师。很多人都在评论区讨论为什么不把李老师也救了用来当老婆呢？现在原因来了，其实原文小说里面班主任李老师是男的，结果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我画成了女的，哈哈哈，实在抱歉。下面继续开始剧情。在你到了第2层之后，同样干掉了楼道里面的丧尸，进行一个一个宿舍的查看。在第4个宿舍的时候，你发现了你的班主任李老师，原来班主任长这个样子呀，哈哈哈。打开宿舍门之后，李老师被吓了一跳。今天已经是末世爆发的第6天，这6天李老师都是靠喝水和一点小零食撑过来的。如今看到你走进来，他瞬间露出了惊喜的表情，说道：“叶晨，你终于来救老师了，太好了，老师太开心了。你放心，等灾难结束了，老师一定给你加学分，让你以全班第1的成绩毕业，让你进大企业工作。快给老师拿点食物，老师快要被饿死了。”而你看着他冷冷地说道。
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没有食物。”李老师开心的表情僵硬在脸上，不可置信的说道：“怎么可能？前几天柳如烟不是还在群里发了食物的照片吗？你不是给了很多面包牛奶给他们吃吗？快给老师一点吧！”你没有说话，而是在心里盘算着是把这个李老师赶出学校，还是直接把他干掉。这个李老师在和平年代就经常找你的麻烦，骂你成绩差没出息，但是对那些富二代却是笑脸相迎，典型的嫌贫爱富。所以你可不想把珍贵的食物分给这个家伙。见到你不说话，李老师脸上露出了愤怒的表情，说道：“叶晨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救其他同学退出班级群也就算了，现在碰到你的老师你也不打算救吗？有食物要一起分享，大家要互相帮助，你还想不想顺利毕业了？”听到这话，你顿时发出一声冷笑，呵呵，都已经末世降临了，你还拿着那一点小小的权利在这耀武扬威吗？整天就知道拿毕业证威胁我们大学生，和平年代被你威胁也就算了，末世了还用这个威胁我？狗东西，饿死吧你！听到你的话，李老师更加的愤怒，你还敢跟老师顶嘴？以前我就看你小子不仅穷，成绩还差，除了四肢发达一无是处，没想到末世爆发，我才发现你这个人一点道德都没有，一点都不尊师重道，有吃的竟然不分给老师，真是大逆不道。说着直接用手指指着一步一步走向了你。就在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突然从后面掏出一把菜刀向你砍过来，嘴里还说道：“既然你不肯把食物分给我，那你就留下来做我的食物吧。”眼见那把刀就要砍在你的脖子上，他的脸上露出了癫狂的表情。被饿了整整6天，终于可以开荤了。然而他的刀还没砍下来，你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戏谑，紧接着一个念头，你的手上凭空出现了一把散着寒光的大刀。拿着大刀往前一挥，李老师手上的菜刀瞬间应声而断，像是豆腐一样被砍成了2半。紧接着他的头颅也高高飞起，在空中转了一个圈之后掉了下来。此时他的脸上还凝固着震惊的表情，而脖子里涌出的血液已经喷向天花板，最后身体也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你看着地上的无头尸体冷笑一声，一个破班主任也敢在末世跟我唧唧歪歪，还敢威胁我，真是找死！干掉了班主任之后，你继续开始前往宿舍第3层，如法炮制干掉了第3层楼道里游荡的丧尸后，开始一个一个宿舍的查看，然而没有发现一个活着的人。紧接着第4层、第5层、第6层，直到第10层的时候，你发现了一个反锁着的宿舍。按照你的经验，如果门是反锁着的，那么里面要么有活人，要么已经变成了丧尸。于是你敲了敲门，然而里面却没有动静，说明里面没有丧尸，因为丧尸一旦听到敲门声就会狂暴怒吼。你露出了疑惑的表情，难道没人吗？你继续敲了敲门，救命！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，然而又戛然而止，仿佛被人捂住了嘴。你瞬间意识到了里面可能不对，也许是有一个女老师正在遇到危险。于是你对着里面喊道：“里面的人开门！”见没有人回应，你抬起脚一脚踹在了门上，轰的一声巨响，门瞬间被你踹得向里倒进去。下一秒，里面的情景让你吃了一惊，一个女人正在被一个男人五花大绑的绑着，她的一条小腿已经被砍了下来，嘴里被塞满了纱布，发不出声音，整个人脸色苍白，没有一丝血色。被砍掉一条腿的疼痛让她满头大汗，而一个男人手里正拿着一把菜刀和一条小腿，看到你进来，他露出了警惕的表情，随后拿着手里的菜刀指着你问道：“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”此时你也认出了对方，这个男人竟然是学校里的教导主任。没想到这个教导主任竟然直接对女人动手，末世爆发才第6天就已经被饿得要吃人了吗？此时你也握紧了自己手中的大刀，这个教导主任心狠手辣，比自己还狠，千万留不得。教导主任看了看你手上的大刀，又看了看自己手上的小菜刀，瞬间换上了一副讨好的笑容，说道：“这位同学，你应该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吧？找不到食物，所以来教室宿舍找了是吗？没事，我这里正好有食物，这个女人起码有100斤，咱俩一人1半，足够你吃1个月了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呜！听到教导主任的话之后，那个在地上被塞住嘴的女人只能发出可怜的哽咽声，脸上也露出极为恐惧的表情。你听到对方的提议之后，却是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只吃牛肉不吃人肉。”说完，将手中的大刀高高举起，准备砍下去。教导主任瞬间急了，赶紧说道：“别，有话好好说，你跟这个女人非亲非故的，没必要为她报仇啊！而且这些女学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随便许诺她们加点学分就主动爬上老子的床，谁知道搞到一半末世爆发了。我是这个学校的教导主任，我很有钱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我把钱都给你。”你冷笑着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像你这么狠的人有我一个就够了，我可不想把你留在这个世界上与我为敌。”说完，你直接一刀砍了下去，教导主任瞬间人头落地，随即你把那个女学生的绳子解开，把她嘴里的布团也拿走。女生一脸恐惧，但是求生的欲望还是让她不停地对着你求救：“同学，救救我！我不想死，我想活下去，求你救救我！”对方已经被砍掉了一条小腿，即便是在和平年代，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，也有可能失血过多而亡。何况现在都是末世了，凭借现在的医疗条件，根本不可能救得活。不过你却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只要你愿意成为我的女人，我可以帮你。愿意，只要你救我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”下一秒，你收到了系统的提示：“丁恭喜宿主拯救少女成功，所有基础属性加10点。”收到这个提示之后，你满意的站了起来，举起了手里那把大刀，说道：“我现在就帮你减轻痛苦，送你上路。”一刀刺下，瞬间刺穿了这个女人的心脏，让她仅仅痛苦了几秒钟，便离开了这个悲惨的世界。在和平年代就爬上教导主任的床来换取自己的学习成绩，这样的脏女人你可看不上。就算对方还有救，你也不会救她。把教导主任和这个女生干掉之后，整栋教室宿舍楼已经彻底被你清空了。于是你开始把每一具尸体都丢到了楼下。至于学校的清理工作，明天再开始做吧。以后教师宿舍就是自己的大本营。把教师宿舍的尸体全部处理完之后，你开始返回医务室。一路上又遇到了几个零散的丧尸，都被你给干掉了。来到医务室之后，你直接敲响了医务室的门，里面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你很满意这些女人的举动。走之前你就告诫过她们，无论是谁敲门都不要开门，除非听到自己的声音。现在说明这些女生非常遵守自己的规矩。于是你对着门内说道：“我是叶晨。”里面的女生们瞬间松了口气，连忙打开门说道：“叶晨老公，原来是你啊，吓死我们了！”进了门之后，你走了进去，笑着说道：“算你们听话，挺有警惕性的。我刚才就是想试探下你们。”柳如烟翻了个白眼说道：“讨厌，刚才把我们吓死了，还以为又是什么体育生来进攻呢。”众人纷纷跟着说道：“就是啊，你下次可
不能再这样笑我了。你摸了摸他们的头，安慰了一下，说道：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下次不跟你们开玩笑了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咱们可以转移大本营了。